大家好，表友们好，我是旭宝怪叔小陈。来，我们看一下啊，今天的工作内容是这一只英纳格搭载的机芯呢是1T的一个2824，然后这只表呢目前问题呢就是手动上链打齿，明显打齿啊。然后表友呢他是写了字条，但是寄出的时候呢他忘记放了。情况呢就是这只表呢是来自安徽的表友啊，他们当地呢是维修过。然后更换了一个发条盒，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啊，依然还是会打齿。而且现在把头呢非常的紧，非常的紧啊，我根本拧不动的那种状态。这种情况呢，我们直接进入分解啊，看它内部真实的一个状态啊。OK。
大家好，朋友们好，我是小白鼠小陈。昨天呢，由于时间原因，做完这只表的时候呢，已经是来不及了，只能先去接小孩放学啊。所以呢，经过一个晚上的一个对时，这一块视频当中出现的这块英纳格搭载的 Sw200机芯呢，目前所呈现的一个精度包括数据呢，是非常的不错。视频当中呢，其实更换的这只表更换的一个配件呢，这种基础附件损坏的件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多。那么我先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啊，这只表呢是来自安徽阜阳的一位老哥，并且呢，这位表主呢是我们就是人民公仆，也是职业呢是警察。那么作为像这样自带一个光环啊，我个人认为啊，自带光环的这么一个职业，就是在我们钟表行业当中，这位老哥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他在跟老哥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位表主沟通过程当中呢，这位表主说呢，他当时这只表呢是新表，然后呢在质保期之内，那么因为这个表呢它有点精度上的问题，就是感觉好像哪里不太对，所以呢就到了离他工作的地方150米啊一个表行，然后呢这位老哥本意呢是去检查，而并不是去维修。那么因为一些事情呢走开之后再去拿表的时候呢，发现这只表呢已经被拆完了，并且呢就是维修之后呢给这位先生报价呢是3000元，是这样的。那么经过就是因为并没有得到这位先生的一个允许，只是希望通过检查去了解这个表到底什么情况，因为这只表当时在质保期之内，如果说通过检查就是这个表呢是有问题的话，是完全可以选择去官方的一个质保的，是这样。但是因为被再去的时候呢就拆完了，然后更换了发条盒，更换了把芯，更换了一些附件。那么在完整视频当中，其实大家不难会发现，在分解之前，这个表呢是属于完全不正常的一个状态，把头无法手动上链，并且严重打齿，加上把芯几乎可以说是拔拉是非常的一个困难。那么在分解的过程当中呢，也给大家呈现它主要的问题呢是更换了一个2824的一个全条盒，并且是一个拆机件。那么2824同 Sw200机芯呢，从本质意义上来说，虽然看着很像，但是呢就好比像帕萨特跟辉腾之间的一个区别，就是不代表级别，只代表就是看似一样，但实际还是会有区别。2824跟赛利塔呢，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这个是历史悠久的，所以呢在两块机芯，不是所有的零件都可以进行互动，都可以进行互通啊，都可以进行更换啊，就是兑换，就是比如说像把芯比如说像 Sw 机芯的把芯同2824就不可兑换，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更换的那个把芯呢明显是2824，但是它的那个调夹板的中心孔位，你2824的把芯呢同 Sw200把芯呢是孔径是完全不一致，所以呢就是它本身是应该是一个间隙配合，但是呢变成了一个过匀配合，所以呢会非常的紧，导致这个把头每一次的手动上链，每一次的拔拉都会增加这个夹板同调夹板下方就是在进行干磨，所以呢你会发现把芯上面呢有大量的这种金属的这种拉丝啊金属丝，就是研磨过程当中出来的。然后更换了一个并不匹配的一个全条盒，并且是一个拆机件，所以结合它的把芯，它把芯离合过程当中会导致离合轮跟立轮之间它的啮合并不是十分的紧密，所以手动上面会有这种明显的立轮跟小帮轮之间的一个打齿感。所以 Sw200的机芯呢，就是本质上来说，它其实同2824结构是一致的，但是赛利塔呢在后期呢是有过一定的优化，所以有些零件是并不互通。那么在经过这样的维修之后，仅仅2天的时间，这位老哥呢发现这只表就没办法进行正常使用了，所以呢就是找到了我。那么在整个维修过程当中呢，也仅仅是更换了附件，更换了就是因为这只表呢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库存机芯，并且在库存状态下进行长时间的这种无油的干磨，所以你会发现像大钢轮，包括像立轮，包括像离合轮，加上它这个把芯，而且把芯跟把头之间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厌氧胶，所以呢这个把芯跟把头之间呢，它的就是如果你反转逆时针转的情况下，这个把头呢它是会顺出来的，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导致它这个机芯手动上链拨针，包括等等这些会存在非常严重打齿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这边。那么也仅是更换了一些必须得更换的这些配件，然后呢，因为结合这位老哥的一个自身工作原因，在维修过程当中呢是没有及时的联系到这位先生，所以呢我也并没有盲目的或者说是武断的去把他的已经下他的多芯轴承跟转向轮一并进行更换，因为没有得到客户允许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这么做的。当然在后期呢也跟这位老哥在昨天的下午也跟这位老哥呢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一个电话沟通，也是彻底的让这位老哥明白这个表的一些问题。当然目前保养完成之后，这只表呢，主结构部分呢是完全恢复正常，拨针、快拨、手动上链等这些功能都是本身就不存在故障，只是配件的不匹配，仅此而已。所以更换了这些必要的这些配件之外，那目前呢，像多芯轴承下它2个转向轮，目前在手动上链高扭的情况下，它无法进行正常的一个分离，所以会导致2824赛利塔机芯手动上链自动做飞转。但是呢，结合这位老哥的一个实际使用情况，所以呢，这一次保养当中，像传统的自动模块当中的附件呢，暂时留用一个周期。那么退一万步来说，可能在未来的1年或者说1年半甚至于2年，如果运气够好的情况下，在一个周期当中，它的就是这位老哥的使用方式是能够满足他的这种配套要求。那么在下个保养周期的时候，附件更换即可，是这样子啊。那么即使说是在一个周期当中，如果出现了比较明显、比较严重的等值误差，也只需要把自动模块进行分离，不需要去涉及到主结构问题。所以即使在后期遇到等值误差，再更换这2个转向轮也是非常的便利。所以这只表我给出这位表友的意见呢，就是这套转向轮呢，可以在佩戴过程当中去试着看它在动态过程当中它的上链的一个效果，是这样子啊。时间原因不能多说，也非常感谢这位老哥的一个信任，感谢所有表友的一个观看，有问题欢迎私信往事，谢谢大家，拜拜。哦，对，还要再说一句啊，就是因为你可能有些表友会认为换了这么多的配件，就是它应该这次维修不会比上一次的3000块钱要便宜吧？所以我在这里呢，我再强烈的说一下，因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是赛利塔机芯也好，或者说是 2824机芯也好，我更换的这些配件，你看似这么多，但是可能离它上一次保养的1/5都要不了，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自己去脑补吧。真正原厂的配件价格其实真的不是你们想象当中动不动就是1800，没有这种事情。拜拜。